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你想不想因为瓜果太多吃不完全家发愁呢？那在这期视频呢，就给大家介绍一种平行于地面的支架结构，来帮你实现这个愿望。那继上一期这个吊蔓结构呢，这是又一期这个搭架的视频。那么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平行架结构的这个优势。相比较吊蔓来说，第一个就是说，因为吊蔓嘛，毕竟它的这个高度有限，所以有些长蔓植物呢是不能用这个吊蔓方式来解决的。所以说，像这个百香果啊、葡萄啊、猕猴桃啊，还有各种长蔓瓜呢，都可以用这个平行架结构来进行种植。那么第二个优势呢，就是说这个平行架结构呢，它的受光量是最大的，因为我们可以想象在不同的太阳角度，不管什么角度，平行架都永远不会遮阴。但是吊蔓呢，在某些角度，尤其太阳是在正上方的时候，上面的叶子就会遮盖下面的叶子阳光。那么第三个优势呢，算是一个附赠品嘛，就是说在炎热的夏天啊，我们可以用这个平行架呢植物来进行遮阴。也正是利用这个遮阴的特征呢，我们可以实现立体种植，就说这棚架下面种一些耐阴的植物。当然，平行架的缺点也是比较明显的。第一个就是制造成本高，第二个就是说它是非常占地的。那么下面呢，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是如何做这个平行支架的。首先呢，我们看一下需要这个什么材料来做这个平行架。第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这个电工管 conduit， 然后呢钩管器，然后这个 connector 就是连接管子这个部件，在这个 makerpipe.com 可以买。然后不锈钢的这个 zip tie， 然后最后就是这个 cattle panel 这个金属网。那现在大家看到的呢，这个就是我在栅栏边做的这个平行架结构，很简单先用这个电工管，还是用这个连接件呢搭一个简单的这个架子。当然，在这个组装之前呢，我们要把这个电工管用这个 Miller saw， 就是可以切到这个我们合适的尺寸。当然，如果没有这个锯的话，用这个手工切管器也是可以的。这里面呢，我们看到我这个葡萄架的高度呢，设置的是大概8个 feet 左右，8个英尺。为什么要比这个栅栏高2个英尺呢？看到栅栏的后面是大概6个英尺，就是我不想让这个栅栏遮掉它的光线。我们看到这个8 feet 呢的高度呢，当我们采摘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采在这个下面菜床的边缘。所以高度还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，可以够得着这个果实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个 cattle panel 这个金属架子呢，用这个不锈钢的 zip tie 把它绑到这个上面固定就好了。这里面简要的讲一下为什么要用这个 cattle panel 这个金属网呢？第一点就是说它非常的结实。我们知道这个网它制造的目的呢，实际上是为了防止牛逃跑的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它这个坚固程度是非常高的，它可以承受基本上是几十磅的冬瓜挂在上面它都没有什么问题。如果是普通的塑料啦，其他的它肯定就早就碎掉了。然后呢，它因为是金属的嘛，所以太阳晒它的话，它也没有老化问题，所以可以用很久。然后第二点呢，就是说它这个网的网格比较大，大概有6寸。为什么需要网格大呢？就是说，当我们有的时候这个瓜呀不小心长在这个网子上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伸手把它掏下来，这个非常重要。如果你的这个网很密的话，你上面这个瓜是非常难取到的，你还要爬很高，要费很大的劲才能摘到。那这个 cattle panel 在美国可以在这个 Tractor Supply 买。遗憾的是呢，他们是不给送货的，所以为了当时拉这个 cattle panel 呢，我还租了一个16尺长的巨长的一个 U-Haul， 开的是胆战心惊。然后这个店小二当时上货的时候也是动用了不少人力，才把这些 cattle panel 给我装到这个车里面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cattle panel 呢这个系统如何和之前这个吊蔓系统如何结合的。首先我们看到这是一个90度的这个连接件，把这个横杆连到这个吊蔓架上面，这面又一个90度。然后这个侧面呢，插了2个 conduit， 和之前的吊蔓的2个杆呢，形成了一个这个框架结构，这样就稳固度提高很多。然后转过来呢，我们看这个 cattle panel， 这个是和这个横杆
连在一起的。这上面种的有这个丝瓜，这个丝瓜长得非常好。然后再往前走，这还有个丝瓜，你看现在就能把这果拽下来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丝瓜是从侧面引上去的，然后中间有部分是悬空的。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到它这个 cattle panel 的高度大概是6尺左右，所以说比人稍稍高一点，这个高度正合适，摘个果啊什么的，这是非常好的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平行架的实际应用。首先看到的就是葡萄在这个平行架上的使用。我们看到这个葡萄主茎有2个，形成一个 Y 字形，然后在这个架子上面左面一只，右面一只，到这个夏天它就会长满葡萄。那在夏天能够吃到自己亲手种的这个没有任何科技狠活的葡萄，真的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。那么这个苦瓜用这种办法呢，也是产量相当高。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苦瓜呢，就是垂满了整个架子下面。这一颗苦瓜我记得收了得有几十磅吧，和这刚才这个丝瓜一样的，这个苦瓜也是，我们看到顺着这个侧面这个电工管，我们把这个主蔓绑到上面，然后一直让它引到这个顶架上面。我们看到这个顶架上面这个叶子长得非常好，像我们之前开始说过的，这个受光量是最强的。像这个棱角丝瓜又是一个更经典的这个例子。我们看到这个棱角丝瓜长得非常的多，非常好。这种丝瓜呢，它对这个光照要求是非常严格的，所以这种平行架给它呢是再合适不过了。爬到这个高处啊，看到这个丝瓜开满了这黄色的花，也是相当的漂亮。那么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葡萄架下种的这个比较耐阴的这种作物，这个芋头，看这个叶子长得非常好，它是比较怕这个强阳光晒的。然后上面结满了这个圆叶葡萄，和普通葡萄还是长得略微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品种。那么现在再来看一个例子，就是说如何利用这个遮阴功能来实现这个双层种植。首先我们看到是这个苋菜，那苋菜呢种在这个瓜架阴凉下呢，它就不会长特别老，因为强烈的阳光会刺激它变得更容易纤维化，这样种出来就会比较嫩一些。后面呢就是应该说世界上最贵的这个甜瓜，日本贵族甜瓜结了非常多，现在已经是秋天了，看上叶子已经有点病了。然后上面就是这个棱角丝瓜也是根本吃不完，一颗吃不完。左边呢是它的藤蔓，从这个左边那个杆引上去的。那现在看到这张图呢就更夸张了，它实际上是一个4层种植结构，最顶上呢是这个佛手瓜，然后呢我们看到这面3个盆吊起来的是3种这个西洋的香料，然后往下走的一层呢就是这个辣椒，然后最下面辣椒周围呢实际上还种了甜瓜，它是贴地爬的嘛，所以它是不同高度来实现这个立体化种植的，效率是非常非常的高。这里我就想呢，既然它这个cattle panel 做的这个蔬菜架、水果架能够给这个其他的作物遮阴，那当然它也可以给人遮阴，可以给人提供一个阴凉的环境。所以说我们就大胆的设想一下，假如用这套系统做一个 pergola， 就是说做一个凉棚的话，会是什么样子的？那从理论上呢也是完全可以实现的。可是呢就是说可能它相比较这个木质的吧，这个 pergola 来说呢，就是说比较屌丝了一点。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木质的大概要$1800吧做下来，但是这个金属的这个呢可能几百美金就可以搞定。那么从这个坚固程度来说呢，金属的肯定是没有什么问题的，但是呢美观度来说肯定还是木头的更好一些。看到这里，小伙伴们是不是蠢蠢欲动的想给自己家打造一个金属的平行架呢？或者甚至给家做一个金属凉棚呢？那赶紧行动起来吧。好了，那这期视频就做到这里，希望大家点赞
并转发。感兴趣的同学呢，希望在下面可以积极的留言和讨论。觉得我的频道内容还不错，但是没有订阅的朋友呢，希望你可以积极的订阅，打开你的这个小铃铛，这样就不会错过下期的内容了。好了，我们下期见。